Hello，大家好，我是老白。那今天又和大家来聊天了。那今天聊的内容呢，都有点沉重，但是呢也很现实，就和我标题一样，就是牵涉到房产、断供和法拍。那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呢？因为前两天我一个朋友来找我，他呢接到了法院的传票，让他去开庭。那他跟我说呢，就是他房子已经断供了，大概有大半年了，没有能力去还款了，没有能力去还房贷了。可能呢即将面临到房子被法拍的一个风险。那问我呢有什么办法，会碰到些什么事情，怎么办？那为什么会找我聊这个问题啊？因为我是过来人，我原来呢也有一套房子，一套别墅呢是被拍卖掉的，不过挺早的，那时候拍卖的价格还可以吧，就是市场的行情没有那么糟糕，不像现在市场房产行情那么糟糕。他就问我呢，今后的怎么办，会碰到些什么问题？那我也就是一个过来人的角度呢，就和他聊。首先呢，先介绍我一下我那个朋友的情况。他呢是在几年我已经忘记了，买套上海的房产。那现在的估值呢，大概是在900到1000万左右吧。贷款呢，大概贷了600多万。他房贷呢，实际上没那么多。那后来呢，因为房贷的还款压力大了嘛，公司大家也知道，就经过疫情这些时间，他公司的经营状况也不是很好。然后呢，在房贷的基础上呢，他又去增加了一个经营贷，把这套房子作为一个抵押，加了一个杠杆，做了一个经营贷，想以贷养贷。也正是这个经营贷呢，就导致了他还款的压力就骤然上升。那为什么？就是我们知道房贷的它的还款周期是比较长的，基本上30年、25年都有的。但是经营贷呢，还款周期呢没那么长，一般性呢就是10年左右。那你想，同样如果是大家借300万，一个是要你30年还清，那一个是你10年就要还清，包含利息。那由此而见，你可能在短时间内，你手上呢会有一笔资金，缓解你的资金的压力。但是从长远来看呢，你每个月的还款的金额会上升的，因为你贷款总额增加了嘛，而且时间又短，那你还款的压力呢就会增加。那疫情结束之后呢，实际上他的经营状况也没有什么改善，甚至呢每况愈下，那么就导致了他呢最后呢还不出了。那还不出呢，他就开始逃避嘛，到处借钱，东借借西借借，各种小微贷也开始借了。那各种各样贷款加起来他焦头烂额，到后来是焦头烂额，已经不管借钱的成本有多少，因为借钱的话，你通过这种中介公司去借钱，它都有手续费嘛，各种各样手续费加在一起也不少钱。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彻底崩断，彻底还不出了。那彻底还不出之后呢，那银行就会再找你了。那我呢陪他喝了2杯，顺便聊了一聊。那这一期呢，我就不说鸡汤话，也不劝在这个情况下的朋友们什么想开点这种事情，这种话没有什么任何意义。我们就聊点干货。当你在银行断供之后你即将面临的是什么？在哪些环节你可以去争取一下自己的权利，可以把那个损失稍微降低一点。那聊聊断供后的全流程，那你会面对些什么东西？那你已经拿了一手烂牌了，你怎么样少输一点？好，废话不多说，我们正式开始进入正题。断供之后到底会发生些什么？那不管是房贷也好，经营贷也好，还是各种小微贷也好，当你开始断供，你就要想清楚，你就要把你的债务做一个区分。那哪些贷款是正规的，哪些贷款是不正规的？哪些贷款呢银行会起诉你，而哪些贷款呢这种贷款公司根本不会去法院起诉你。你把债务做个区分，优先处理就是银行会起诉的那一部分。那如果你实在处理不了，那你只要断供之后，那第一波冲击就是银行的催收。那一般来说，你只要逾期30天以上，那银行会启动一个内部催收。那这时候内部催收呢，都是银行的工作人员，但他们都比较客气，对吧？他们都是会认为你是忘记了，或者是暂时的一些或者是那些暂时的困难，对吧？会打电话给你，那先生，你本月的房贷就没有还，你尽快处理一下。但是如果到3个月以上呢，他们银行会把这部分的工作，催收的工作就丢给外包公司。那外包公司呢是根据你收来的钱它会有提成的嘛，所以说那时候的催收就升级了。那时候电话轰炸、短信轰炸就接踵而至了。像现在还好，就是没有什么短信威胁这种事情没有了，法律也越来越正规了嘛。像过去还有各种各样电话威胁现在是没有了。那么再往后半年以上，那银行就会把这部分的资产就归类到不良资产里面去了。这时候就是律师函就会来了。
那银行都有专门的律师啊，去帮他们处理这种断供之后的案子。当你收到律师函，这是银行准备走法律程序的一个信号。那我那个朋友呢，就是在接到律师函之前呢，已经被催到崩溃了。他呢也撑了几个月，但是撑不过去啊，催收公司一天10几个电话过来，他呢也崩溃了，最后还是寄来了律师函。律师函上面写的就是逾期金额多少多少万，限你多少钱还清，否则呢就诉诸于法院。那一般人看见就是律师发函要诉诸法院，他肯定会紧张的嘛。那他呢吓得魂也没有了，那问我呢，这是不是就完蛋了，就没有翻身机会了？那我也跟他说，这只是刚刚开始，对吧？不要着急，但是你这个时候呢不要躲，那能拖多久拖多久。但是呢你要有个态度，比方说回个电话，那说明情况，那争取宽限期，用时间换空间。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银行有权主张本金和利息，但具体的执行是有谈判空间的。你别硬扛，别失联，争取时间，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硬仗。那银行起诉之后呢，法院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进行开庭审理。法院呢会电话联系你，就问你具体住在哪里，由某某银行起诉你了，你具体住在哪里，我们会寄一张传票给你。当传票寄到的那天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不去，那去了也没用。那包括我那个朋友的想法也是一样，反正我没钱嘛，那去了干嘛呢？那这时候我就劝他，你错了，你一定要去，这是你在这桩事情当中主张自己权利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你不去的话，银行所主张的本金、利息、违约金，包括律师费，都是按照行业最高标准来核定的。那法院看到你本人都不去，那就代表你对银行所提出的所有的金额你没有任何异议，那直接就宣判了，直接就判掉了。所以说你一定要去，而且这一次法院通知你去是诉前调解，那双方坐在一起去谈什么呢？谈金额，谈还款时间，这都可以谈。所以说你这次一定要去，这是你最后一次谈的机会。如果你不去的话，你是不是连还价的机会都没有了？那么法院在寄出传票之后呢，那法官有些法官比较好，他会打个电话给你，问你呢，你收到传票没有？你对这个开庭时间有没有异议？可不可以来出庭？那你这时候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法官到底是什么样的法官，多和他聊聊，把自己的情况或者困难都和法官说。那么到了正式开庭那天呢，那你去了，那正式开庭呢，实际上大家也不用慌，它无非就是一个房间，一个法官，一个书记员，对吧？还有一个对方银行请的律师，还有一个就是你，大家坐在一起就是谈哪些内容呢？谈就无非就是谈这个违约金多少，利息多少，银行主张的东西你有没有异议？那你当然要表示有异议了，包括律师费，因为律师费这个东西是很有讲究的。那律师费是根据这个标的物的百分比多少到多少来核定的。那如果说你能够博得到法官的同情分，法官会帮你去压价，那你这时候就拼命要加苦情戏。比方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对吧？家里很困难，对吧？生意没破产或怎么样，你拼命要加苦情戏，因为你要知道一个逻辑，法官帮你省下的钱他到不了法官的口袋里面。法官他需要什么东西他需要的是结案率，也就是你还没有正式开庭之前，我们法院帮你们这个债务纠纷去提前调解掉。那这样的话，它执行费它也能减半。就是你对这个东西有异议吧？没有异议的话，你们双方今天在这里签字，对吧？我们法院在执行这套房子或者执行这个标的的时候，执行费它也会减半。那你不肯签，对他们来说就造成了很多麻烦。而你呢，又是一个弱势方，你已经没钱了，你还能怎么样？他们只能去帮银行或者是律师去施压，这呢就是你的筹码，这也是你唯一的可以筹码。所以说，从法官的角度来说，他最好你们今天当场签字签掉，他的工作就完成了。那如果说能够达成共识的话，当场签字的话，你想，法院的执行费减半了，律师费、违约金、利息都有可能会部分减免。那这样一来，这几万那几万加在一起，省下个10几万、20几万也很正常的。得看你标的物对吧？标的物大的话也很正常的。所以说呢，凡事皆可谈，那关键你要露面，你不要逃避。那随着最后的还款时间的到来，你肯定是还不出的。比方说你和商量的是3个月，协商这3个月之后把房款一次性还清，欠款一次性还清，那你肯定还不出的。那到这时候呢，银行会向法院主张呢，叫强制执行你这套房产。这时候法院就会进入到执行阶段。但是也有个好消息是什么？你一旦裁定之后你这个房子它的利息它就停止了，它不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债务呢就按照法院裁定的金额来计算了。那坏消息呢，无非就是你到这一步你就没有翻盘的可能了，只能呢安静的等待着法院的拍卖。那么拍卖程序启动之后呢，法院就会找评估公司来帮你这套房子进行估价。评估公司呢由司法鉴定机构呢随机抽签决定是哪家评估公司来去评估你这套房子。那很多人会担心
会不会把我这套房子评估价格评估得很低啊？那我觉得不必这么担忧，因为为什么？评估公司是按照它的评估价来100%来抽成，它的评估费是多少？所以说呢，他是希望把你这套房子评估的价格越高越好，但是也不可能很离谱的。你说人家1000万的房子帮你评估到2000万是不可能的。但是呢，通常呢会上浮个5%到10%左右，因为牵涉到你房子里面的装修也好，设备也好，它都会把这种因素都考虑进去。所以说呢，他没有理由就把你这价格低于市场价的评估价出来的。那评估公司评估完之后呢，就会到下一个阶段，就是拍卖公司接手了。这时候呢，法院会把你这套房子的钥匙给拍卖公司。那么拍卖公司呢，会调查你这套房子所有的产权信息，包括有没有户籍也好，包括有没有占用也好，就各种各样信息他都会去调查一下。淘宝有个专门的阿里拍卖嘛，他会把这套房子就像个商品一样就扔在上面，只要扔上去了，你就可以看到你这套房子所有的信息了。那这个时候通常会有1到2个月的时间进行展示，你在这时候就可以去联系拍卖公司，那么上面都有电话，去问一下你这套房子看的人多不多啊，有多少人关注啊，你都可以进行了解。那和我那个朋友聊到后来呢，他就问我了，就是能不能就是来个骚操作，就是在拍卖的时候让我帮他去参与一下拍卖，能不能就是把这个拍卖价格去抬高一点。那我觉得我就笑了笑嘛，我的意思呢就是这样的，你要看情况。为什么要看情况？如果在市场行情好的情况下，那时候呢价格会好。那现在市场行情那么不好，除非真的是有人喜欢你这套房子，想用低价来买这套房子自住或者是投资或者怎么样。那现在整个市场环境下，我觉得就比较难，搞不好呢就是连最后点本钱也扔在里面了，我觉得没什么很大意思。但是可以试一下。为什么说可以试一下？就是我们要知道当法院的拍卖价格出来之后，就评估价格出来之后拍卖价格通常是评估价格的70%。比方说1000万的房子，一拍的起拍价就是在700万左右。那如果说你一拍拍不掉，2拍的话，那就在这7折的基础上再打8折，那7×8=56就是560万。所以说很多人如果说看到你这套房子没有人报名，他就会让你这套房子一拍流拍，那等着2拍呢去捡漏。那后来我那个朋友就问我了，他说我有时候在淘宝上看到为什么说有些房子评估价是1000万，它起拍价格也是900万或者是1000万，这个实际上是看它的所有的其他法院当中有没有轮候查封，这些轮候查封所有的债务加起来是否超过它房产本身的评估价。那比方说他已经欠了1000多万了，那这套房子呢，它评估价也就1000万，所以说它起拍价格也就在1000万，它能够还掉一点别人的钱就是多还掉一点，这是法院来核定它的起拍价格的。那关于这个呢，你到底外面欠了多少外债，实际上只有你自己清楚。所以你之前要做债务区分，哪些是法院起诉的，哪些呢法院是不会起诉的，那哪些是合规的，哪些是不合规的，你自己做到心中有底。好，那再说回拍卖，那我那个朋友为什么会想到让我去参拍，帮他抬高价格呢？那是首先你要知道这抬轿子它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那第一呢，你要有起拍价的10%的金额去作为一个保证金放在淘宝账户里面进行一个冻结，评估价1000万，那起拍价格就是700万，那700万的10%你就要70万，那你要70万的钱你放在这个淘宝账户里面。那到了拍卖开始这一天呢，你要看有多少人报名来拍你这套房子。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那很多人就会去故意等一拍流拍，等2拍捡漏。那这时候如果你有这个保证金，你就可以在一拍的时候去参拍。那如果有人想捡漏的话，捡不到了嘛，对他来说就是如果这套房子被你拍走了，他就拿不到了嘛，所以他也会进行参拍。那到了出价最后的时候，你不要先急着出价，你让对方出价，那对方出价你出价，对方出价你再出价，你这套房子的成交价格有可能会被提高。那风险是在哪里呢？因为现在市场行情不好嘛，我刚才就说过，现在市场行情不好，很多人呢就是他觉得这房子会不值这个价，那你很有可能就是最后的出价是你把钱呢就砸在自己手上了，那你这时候只能毁拍。那毁拍的最坏结果是什么？就是你这保证金就被法院没收了，作为还给银行了，这是你最坏的结果了。那这套房子呢又会拿出来再进行拍卖，你等于用这笔钱就换来一个抬价的机会。什么时间段去做这个抬轿子的动作是很关键的，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还是差的时候去做这个动作，你这套房子关注度高的情况下还是低的情况下，到底要不要做这个操作，这是很关键的。所以你这个自己要考虑清楚，这无非就是搏一下的事情。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如果你不这样操作，那一拍流拍，那你就会变成2拍，2拍起拍价再打8折，甚至于2拍卖不掉，那就到了变卖的情况。那现在的市场行情，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手上还能有一笔现金的话，对你今后的生活会帮助很大。所以我也劝我朋友三思的道理之一。
那因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至少我个人觉得就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对吧？融会贯通。反正你已经断供了，你已经负债了，就分析一下你即将面对什么东西。那人生起伏呢，实际上起起伏伏很正常。那有天天吃席的时候呢，也有日日踩大便的时候。面对一手烂牌呢，能够少输一点，少输一点。今天也感谢大家点开这支视频，同时呢，也感恩大家再次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老牌，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